已婚女性谎称未婚入职是否构成欺诈？这个问题由我的助理回答比较合适。劳动者对于与工作无关并且侵害劳动者隐私的问题，有权拒绝说明。拒绝说明不构成欺诈，但没有如实说明，明明已婚却说自己是未婚，也不能认定为构成欺诈。罗律师真的是铁嘴钢牙啊！这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登记表，婚姻状况一栏填写的是未婚。这个是李丽女士求职时的个人简历，写的是未婚。这个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承诺书，承诺她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承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不要求经济补偿。廖主任，我想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李丽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问题。李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是从2019年的4月7号到2022年的4月6号，但是就在今年的6月14号，李女士被强行辞退，原因是怀孕。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员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玲珑美食解除与李丽女士的合同，不是因为她怀孕，是因为她不诚信。婚姻状况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没有必要告诉公司啊。这是你律师教你的吗？不，这是她自学的。那我们法庭上见吧。法庭见。谢谢你啊，罗律师。不客气。但是我强烈建议你和解。为什么呀？我会输吗？我刚才听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撒谎了，这是不对的。可是如果当初我跟他们说我是已婚，那他们肯定就不会录用我了。在去玲珑美食之前，我应聘过很多地方，只要我说已婚，就都没有下文。那也不是你撒谎的理由。他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要投诉他！不是，您不能这样吧？怎么？他这是歧视女性，他这样的人不配做律师。他可是在义务为您提供法律帮助啊！哎，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义务。我学过律师法，人都说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该按照国家规定去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对，你们应该为受援人提供那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为受援人争取他的合法权益。我是妇女吧，我又是孕妇吧，你们就应该无偿援助。嘿，你好好想想吧你。人家是个孕妇，现在人家投诉你了，说你歧视女性。我歧视女性？我什么时候歧视过女性啊？那不能因为她是女性，她就可以不按照人类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那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啊？我本来已经推了，是您要求我接的。那是因为你的实习生发了一个律师函，让人抓住把柄了，知道吗？我可以说那个律师函我已经看过了，他没有把柄。可是你们家黛西发了个律师函，已经给别人说了。我告诉你，除非你把你们家黛西给开了。我顺便跟你说一句，你们家黛西啊，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很突出。跟您当年评价我一样，缺点显而易见，优点难能可贵。别在这给我打岔，我没打岔。我告诉你，这件事可大可小。怎么个可大可小啊？听着。听着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50条，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
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对本所律师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律师事务所因前款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对其负责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听见了？你别为难。如果有人找您麻烦，您就告诉他您已经让我走人了。已经有人说我包庇你了，说我没有1碗水端平，说是鼓励本所律师诋毁同业，接受委托以后没正当理由拒绝代理。那您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办？去给人道个歉。道歉？说什么呀？就说因为您是女性，我不应该指责您撒谎，或者说因为您是女性，您就天然拥有撒谎的权利。你要是这种态度，那就别干了。那我就不干了呗。行，那就别干了。怎么了？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您就发这么大火？小事儿，发这么大火？我是律所的主任，我要什么事儿都得担着。如果是别人犯这个错误，客户对他投诉，该检查检查，该道歉道歉。哦，轮到你了，我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觉得对别人公平吗？我告诉你，罗宾，这会儿你要做检查，不光做检查，还要在律所的例会上公开检讨。检讨什么呀？检讨说就因为我说了句实话，冒犯了客户，所以以后我也像他们一样，迎合客户，取悦客户。我告诉你，罗宾，让你做检查，让你道歉是给你机会，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才华，对律所贡献大，就在这给我掰扯。我没有跟您掰扯，我在给您讲道理。现在的问题是客户不讲道理，你总不能支持那些不讲道理。我是主任，我不是你的背锅侠，我已经对你网开一面，那就恳请您一视同仁。好，一视同仁，那你走人吧。我还是想要跟您商量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啊。喂，李丽要求索赔20万，他是在碰瓷儿吗？啊？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呢，我不知道啊，什么情况啊？那正好，你就告诉他，我们的客户本打算想让步的，但是他现在这么得寸进尺，那就直接等着法院判吧。还有，我劝你别管他的事儿了，省得给自己添麻烦。哎，还有，他跟没跟你说过他的案子走过劳动仲裁啊？然后直接被仲裁委驳回了。你说什么？仲裁？我上这题先不跟你说了。好不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他们律师打的电话吧？他们说您要索赔20万。啊？不是，他们现在打算给多少啊？您这个案子做过劳动仲裁啊？对啊，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啊？因为如果我告诉你们了，你们很有可能就不接我这案子了。我们现在也可以不接您这个案子的。哼，那可不行，你们现在已经接了。你们有律协吧？律协是不是管这事儿？我现在就给律协打电话。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没有正当理由，的确是不能拒绝代理。可是现在我们有正当理由了。什么正当理由啊？委托人故意隐瞒和案件相关的重要事实，律师有权拒绝代理。我问过你们，仲裁后能不能再告？是你们说可以的呀。是，仲裁之后如果对结果不满意，的确可以到法院再告。但是您不应该隐瞒您已经仲裁过的这个事实啊。您上班1个月都不到，实习期都没有过，我觉得法院无论如何都不会站在您这边的。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再问几个律所咨询一下。我就是因为上网找了个律师问了，他说可以索赔20万，所以我才想试一下的。那您是不是打算找那个律师帮您去做代理呢？他说先要给的律师费，按索赔标的30%，那就是6万块钱。那您给了没有？当然没有了，我又不傻。
我上网把他所有打过的官司都查了一遍，基本上都是输的。我觉得他就是满嘴跑火车，想骗个首付款，我还是信任你们。我也查罗律师了，还托人打听，说他是你们律所最好的律师，一般人想请他打官司还请不到呢，是吧？你说咱那天多巧哈，就正好在楼下，这都是缘分。回头你也跟罗律师说一声，过去就过去了，让他别往心里去，啊。过去就过去了。是。这是罗宾老师的电脑，你在干什么呀？但是我有密码。你在找什么？我在找让他回来的台阶。你在挖他的客户资源吧？你可以去告诉他。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有，李丽决定接受您的建议，和玲珑美食和解。那个案子不是已经归何塞管了吗？他想让我跟您解释一下，他当时就孕激素导致情绪失控，我不介意。还有别的事儿吗？啊，您的电脑密码我改成我父亲的忌日了。为什么？谁让你改的？因为我发现有人从你电脑里面去考客户的资料。谁？老洪。改回去，改回去。尽早建立离岸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隔离这些风险。比如说，您打算把财富隔代传承，那您可以直接用离岸家族信托，将您的孙子设定为指定的受益人。如果说你不愿，我在跟客户通电话，几百亿的家族信托，你是在跟我的客户通电话？我是在帮你维系客户，替你做客户的增值服务。这么说，我要谢谢你了。不客气。我听说你还分别联系了任小年父子，谁跟你说的？你承认了？他们应该已经不算你的客户了。如果你肯听我的建议，你劝我放弃？没错。为什么？因为他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他认为花钱买的不是你的服务，而是你的尊严。不，据我所知，他们是尊重别人劳动的，只不过他们不尊重一些不专业的行为。就比如说，你的助理黛西小姐。那他也犯不着勃然大怒，让我当场炒掉我的助理。那你也犯不着怒发冲冠，为了个助理跟大客户翻脸。如果我默许或者纵容了他的行为，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我猜你是怕黛西会看不起你。你猜错了。你是个理性的人，理性不代表逆来顺受。你是不是因为任小年曾经是你的客户，如果他现在变成了我的客户，会让你觉得很没面子？这跟我的面子无关，所以我奉劝你，如果不是因为太缺钱，有些案子就算了。你觉得我留在这是为了钱吗？我继承的遗产够我开10几家全景的，你觉得我为什么留在这儿？好，那如果我告诉你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助人为乐，你信吗？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富不过3代，为什么？第1代辛苦赚钱，第3代宰卖爷田，甚至都熬不到第3代，很多在第2代就折腾没了。说实话，罗宾，我特别感谢你为我做的事，让我避免了家产争斗。我想为更多像我一样的人规划他们的所有，避免他们手足相残。
其实对于我来说，多签一个客户少签一个客户有什么所谓呢？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不一样，他们越早知道，就越早能规避风险。好，我知道了。抱歉打搅你了。难道不应该是抱歉误解你了？请你以后不要偷偷的到我电脑里去拷资料好吗？如果你需要什么，直接告诉我，跟我要。我没有偷偷去你电脑里拷资料。你不上班，办公室没有人，我没办法直接问你要。所以你就打开我的电脑，输入了我的生日，电脑就蹦出来一行字：欢迎回来。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电脑，只要你输入密码正确，都会蹦出来欢迎回来。哦，我以为你的电脑一直在等我回来。好，我的错，我太懒。所以你是特地来告诉我？对，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这个错误已经被纠正了。是吗？那现在换成谁的生日了？有空吗？你说什么时候？是这会儿、一会儿还是下午？我是说等你有空的时候，有点事儿想跟你说。我先去看一眼我的电脑。不急，我在办公室等你。哎，马上告诉我，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可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客户不同意和解了，他那索赔20万，真的把我们都给激怒了。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罗宾知道你父亲忌日是干嘛呀？他想祭奠一下。我啊，把他的电脑设成了这个密码。哎，不是你笑什么呀？啊？这日子真特别啊！喂，喂，来来，那个不好意思啊，你帮我一个忙。那个我今天呢，本来是跟我表妹已经约好了，但是呢，我今天把这事给忘了。你先帮我接待她一下，好吗？谢谢。我吧，其实从来都不忘事儿，这是我头一次忘事儿。你一定帮我跟她解释一下，然后呢，你跟我帮她道个歉啊。你就说我并不是不重视她，今天真的是临时有事儿。罗宾他突然间找我，他非让我跟他出来。3个问题，他现在在哪儿？前台。他叫什么？蓉蓉。他找你有什么事儿？他没说，他说等见了我的面再跟我说。我想应该是法律咨询这方面问题吧。他自己呢有个小公司，我是他公司终身免费的法律顾问。当然了，你给他不用免费咨询哈，但是呢，你不要跟他要钱，等回头你的钱呢，我替他给你。好，我去接他。我现在要去接何塞的表妹了。你并不了解何塞，我可以花时间去了解。兰兰，我其实不想干涉你的私事。谢谢，你今天真好看。蓉蓉，你好，我是何塞的同事，他临时有点事儿，让我来接待你。哦，行。
我表妹啊，真不容易啊！你说又得当老板，还得怀着孕，还得给你外甥女儿当后妈。你说的这些事儿，哪一件不是他自己乐意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呢？都是好事儿啊！你看，当老板又怀孕，当后妈呢，也是好事儿啊。这说明她嫁给了一个她自己喜欢的男人，这多幸福！只不过，这个男人之前有个孩子，对吧？他还多了一个孩子，不是吗？你有点不舒服吗？没有，我就是怀孕了，有点累，没事儿。吃点综合果仁，补充一下营养。谢谢。没事儿。那个，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比如夫妻2个人，如果丈夫没有经过妻子的同意，就把钱给了另一个女人，那我作为妻子，我有权利把这个钱要回来吗？只要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当然有权利要回来了。不是我们的共同财产，是我自己挣的，我的个人积蓄。如果是你婚前的存款，算作你个人的财产；如果是你婚后的积蓄，那就算作共同财产。不过，就算是共同财产，你丈夫也没有权利随便想给谁花就给谁花，他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那如果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发生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把钱转给了另一个女人，那我还有权利要回来吗？能，除非你有证据。那怎么要呢？起诉。不是，蓝律师，是这样的，我丈夫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我们俩感情也特别好，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他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他是净身出户，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前妻，但是他前妻还老来找他要钱，孩子上学要钱，上补习班要钱，上夏令营也要钱。我觉得这些算是孩子的抚养费，给了也就给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是前一段时间，他又找我丈夫要了一大笔钱，说要买房子，这个我就不能忍了吧？买房子？对呀。你别不说话呀。柔柔，我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我会对你好，我们不分开。但是现在吧，这罗琦他也挺可怜的，没地儿住了。他本来说跟这男的一起买房子，这男的就变卦了，所以就变成现在这种状况。小安这不也得跟他过吗？是不是？我们可以变更抚养权，我们来带小安吗？带不了小安，没法带。你这不也怀孕了吗？我们马上也有自己孩子了。我因为怀孕了，我把我的存款、我的银行卡密码什么的，我都交给我丈夫保管。然后有一次特别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发现我丈夫用那个网银给他前妻转了一大笔钱，然后他说，我前妻想买房子，他钱不够，那个什么，我支援他一下。然后我当时我就发飙了，我说他买房子，你支援他可以啊，你用你自己的钱支援呢，你干嘛用我的钱支援啊？对呀，他怎么说啊？他说他总不能让他前妻流落街头吧？我现在怀孕了，我压力也特别大，我辛辛苦苦赚钱，不是为了给他前妻买房子置地的，你懂吗？有没有可能是你的丈夫和他的前妻一起转移你的财产？那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丈夫是特别好的一个人，他是不会做这种伤害我的事儿的，他就是纯粹心软。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他对别的女人心软，就是对你心狠？他不这么认为。找谁啊？你好，我们找杜飞。我就是。你们谁？我们是您的律师。我叫何塞。这位是罗宾律师。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减轻你的罪。
我没有罪。是这样，能让我们进去说吗？就在这说。我们来呢，今天找你，首先是想向你来了解情况的。情况就是，我爸得了癌症，为了让他多活几年，我去孟加拉买了一种药，1万多一瓶，效果不错。完了，我就在我爸的病友群里分享了这种药，很多病友希望我帮他们买，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你从孟加拉买回来的这个科比替尼啊，它是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的。那是药监局的事啊，找我干嘛？是这样，我呢先给你普及一下起码的法律常识，好吧？在我们国家呢，没有经过药监局审批的药物，被认定为假药。有些药呢，在国外是被认可的，但是在国内就不一定被认可了。而且我国对药品管理的制度的严格程度，那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所以你从国外代购回来的这个药被认定为假药，这是没有问题的。你是在说我有罪吗？不，我不是说你有罪啊，我是在跟你说法律是这么规定的。那就是法律错了。哎，你这样的态度，我们没有办法为你辩护。谁让你们来的？那你们来干嘛？哦，让我认罪，给我个轻判，门儿都没有。你先别激动，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来为你做无罪辩护的，但是前提是你得配合我们。你们能保证我能赢吗？没有律师能够保证赢。那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哎，杜飞，别敲了，这整个就是个法盲啊！连起码的法律常识他都没有。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讲赢他呢？我要跟他形成共识，我得告诉他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算了，这个案子你不要管了。为什么？因为你从内心里边认定他有罪。对啊，他就是有罪。当然了，我们可以帮助他减轻罪行。可是你看到了，他不能接受，那我们就去说服他。你连门都进不去，你怎么说服他？所以，这个案子不需要你了。那你也不能甩掉我。你跟何塞怎么了？杜飞到底是谁的朋友？封印不想让我告诉你。封印的朋友？他不想让你知道。哎，他不在办公室。那他人在哪儿？医院。医院？怎么了？他生病了吗？他老婆。陶月什么病？癌。癌？什么癌？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多长时间了？好几年了。这事儿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陶月不想让别人知道，封印很尊重他这一点。生病了又不丢人，这有什么不能说的？那是因为你没有生过病。我母亲是病逝的，当年人家都说她生病是因为她缺德，遭的报应。说这个话的人才缺德。杜飞曾经帮陶月代购过科比替尼。懂了。哎，何塞老师，您找我？你把这个整理一下，发到我们全景的公众号上，我希望它能够引起关注。好的，我做完以后就发您。不是发给我，我不是要在我的邮箱里看的，我是要在网上，在公众号上，在其他一切社交媒体上，我要让杜飞
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你去完成它，这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报信者杜飞，杜飞是谁？明天你就知道了。喝点什么？喝酒。我记得您不喝酒。不喝酒和想喝是两回事儿。有吗？当然。好。梦之蓝，这酒怎么样？不错啊，何塞的客户。来，尝尝。我听说了，这个杜飞啊，他不信任我们，就不怨他。不知道听谁说的，说是律师啊，就是公检法的卧底。如果他不信任我，我没办法为他辩护。你会有办法的，我相信你能得到他的信任。来，你了解我，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干的事儿就是讨好别人。取得别人的信任和讨好别人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从来就不信任讨好我的人，但是你从来就没讨好我。可是我相信你。我的意思是说，与其去争取一个不相信自己人的信任，不如直接服务一个你相信的人。我知道，你不差杜飞这个客户，但是杜飞他需要你。我一直支持你的做法，只和相信自己的人合作，代理相信自己的客户。但是，杜飞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他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赢得他的信任。就因为他代购的药救了很多人，还因为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值得他信任，这个世界值得他信任，我们可以无条件的为他辩护。来，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俩开始是同学，后来做了同事。我们俩亦敌亦友，但是呢，只要我们俩意见相同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在附和他，而且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我们俩意见不同的时候，所有人就都不相信我，而且说罗宾他不是这样的人。哎，我为此非常的愤怒和不解。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是因为他比我长得帅吗？我觉得我姐说的对，我确实不够了解你。嘉豪还在美国啊？在。那他知道他妈妈生病了吗？陶爷这个人啊，就怕他宝贝儿子知道，所以嘱咐我
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知道，咱们这个圈子啊就这么大，这个家豪又认识这么多叔叔阿姨，万一谁说漏了嘴，说不定就传出去了。我认为你还是应该让他知道。他还有多少时间毕业？还有1年吧。陶越啊，是个特别怕给人添麻烦的人，包括他的儿子。他大概是这么考虑的吧，怕影响儿子的学业，所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喝了，保密啊！身体最重要，因为健康最贵。没错，所以这酒啊，你以后还是别喝了，多保重。你知道哈，陶越吃的药如果是正品的话，1瓶多少钱？11万。嘿嘿，你行啊。对，11万，11万，每个月11万，每个月这就是续命的药。我知道。杜飞啊，他代购的这个药是孟加拉产的，是仿制品，11000块钱1瓶。是正价的1/10，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哪里错。他是一个救命的人，怎么就犯罪了呢？他完全没有法律知识，他和你我比起来，他就是个法盲。行了，老大，你别说了。我会替他辩护，努力替他做无罪辩护。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说得好，上场，嘿。说得好。Hello， 你的餐好了，您的号牌，请稍等。好，谢谢。哎，上来来，哎，你进来。你要什么？奶油面包也。9号顾客，你的餐好了。来2个沃斯水加蓝莓、樱桃、青柠、薄荷，再拿个燃力面包。杜飞太太来了，在你办公室。他看到那篇报信者杜飞了？当然，微博已经转发好几千了，公众号上大家也都在声援，为众人报信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黛西来了吗？他来了，我马上让他去找你。他怎么又没来？他加班到今天早上。杜太太，报信者那篇文章你们发的，怎么了？怎么了？杜飞现在在取保候审阶段，法院还没判呢。
人家反复的在叮嘱我们不可以公开发声。这样，你们就说这不是你们发的，您就说你不知道就可以。我不能说我不知道，他们抓了我丈夫。他们又抓了杜飞。今天来了几个便衣，正好孩子在家呢，他们就跟杜飞说带杜飞走一趟，还说因为孩子在家，就不给杜飞戴手铐。这是什么呀？委托我为你丈夫代理的协议。我为什么要委托你？刻不容缓，请你相信我。恳请你相信我一次。罗老师，您找我？马上联系到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问问有多少人愿意为杜飞求情作证。好，是谁写的？那个抱薪者杜飞。我何赛老师让我写的。你写的？啊。为什么要写？啊？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哪儿听说的这些啊？谁让你发的？杜太太，这个事情我们回头跟你解释。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你先生的问题。马上删除那篇微博。删除。何赛今天有点不正常，你最好躲着他一点。最好躲着我一点。你怎么了？你要删了？罗宾让你删的吧？罗宾太高了，删了。我们就没什么把柄了，而且肯定会有截屏，到时候大家肯定会更加关注这件事儿。大家会说，为什么删了呀？姐，你找我？衣服不错，谢谢。唯品会打折买的，肯定比你商场买的便宜。你下午跟我去拜访几个客户。哦，不行，我要立案。什么案？就是那个限期告前妻。就是那个蓉蓉告罗琦。嗯。哎，你知不知道罗琦是罗宾的姐姐呢？现在知道了。那还要告吗？不是我告，是我的当事人要告。我是律师。我亲爱的妹妹。那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做他的律师，接他的案子呢？那我已经接了呀。诚心跟我对着干是吧？为什么每次我不听你的话，你总是觉得我故意跟你对着干呢？那你为什么要不听我的话呢？那你也不是每次都听我的呀。你不听我的时候，我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觉得你跟我对着干呀。翅膀真是长硬了。出去。嗯。你是来为昨天的事情向我道歉的？我是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呀？我不应该未经你同意就把你提出合作。那你现在要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纠正你自己的错误呢？你马上去给杜飞办理取保候审。他不是办了取保候审了吗？对，但是因为前2次传唤他没去，所以他就被批捕了。他为什么不去啊？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那我们2个是拍档，为什么我一个人去啊？这点小事儿，我就不用去了吧？对，这么点小事我自己去就可以了。那你干什么啊？在我去给当事人办取保候审的时候，我想去找一趟你父亲。你找他干嘛？我打算说服检察院，召开一次听证会，邀请著名的法律专家、法学教授群策群力。
召开听证会，其实意味着检察机关主动把司法行为放在阳光下晒。在办理公诉案件过程中，召开听证会是践行正义不仅应得以实现，而且是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办案过程中，不存在哪个部门办错了案，这只是一种理念的碰撞和对法条理解的不同。听证会可以让参加者通过程序公正坚信实体公正，让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口服心服。公开听证可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提高司法决策的透明度。您好，您好，我是全景律师事务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我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杜飞先生您认识吧？认识。他是不是曾经分文未取，给您购买过药品？有这么回事？他人特好。我们这儿有个请愿书，杜飞先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您能帮我签个字吗？听证会一般首先都是公开的介绍案情，然后聘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司法局的代表，会就案件进行提问。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所以杜飞才不想去，他怕逼着他当场认罪。听证会不是审判，但是也会有意见相左的双方互相辩论。那我不去行吗？我怕去了会控制不住情绪动手。别紧张。我要去趟厕所。你先去跟大家打个招呼。日子，哎，你好，你好，你好，有朋友，何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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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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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哎，好，哎，你们坐啊，好，我们坐。哎呀，你们这个案子啊，影响很大呀，一定要把它办好啊。我明白了，何老师，还请您多多指导。哎，客气，坐，你们坐，您先坐。哎，杜飞，你不要紧张，你就记住一件事儿，态度平和，绝对平和。不管谁对你说什么做什么，你就放松，保持微笑就好了，不要有任何抵触情绪，尤其是对负责办理案子的人。我不想进去，我不去可不可以？你不去可以，但是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今天听证会不仅邀请了很多专家，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包括具体负责办理案子的人。你想让我当众承认违法？我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我就是觉得，如果我承认违法了，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判我了？我听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你不要听东听西的，你应该相信我。我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征得他们的谅解，让他们知道你这么做的动机绝对不是从中牟利，而是一种善举。你对司法机关对你的指控都是认可的，但你希望政法机关他们能够谅解你，能够对你从轻处理。他们会认定我有罪吗？我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相信我，我会努力，会尽全力为你做无罪辩护。你以前答应过我的，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要有抵触情绪，只需要保持微笑就好，好吗？微笑。何赛，你怎么了？哦，没事儿。可能是吃坏东西了。你们先进去吧，我一会儿进去。你确定没事儿？嗯，没事儿。我们走吧。哎，罗琦姐，黛西啊，罗宾老师他不在啊？没关系，我不找他，我找兰兰。找兰兰？对，蓝红的妹妹，她告我了。啊？他告您？从法律的规定上看呢，杜飞啊，确实构成犯罪，法不容情。你们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口子一开，意味着什么呀？那就意味着国家药品管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而且那些守规矩、守法的制药企业，他们的药品专利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法律规定啊，药品专利保护期为20年。那么在这个20年里，新药就是独家垄断商品，即便是有些药厂获得了此药的配方，也不能生产和上市此款药，销售和代理的单一性，导致药品价格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不好意思，我刚才打了个电话。你是想接案子想疯了吧？是不是没官司打呀？平时？我只是一个律师，我并不想打官司。如果您可以把财产退回来的话，我可以建议我的当事人撤诉。我劝你的当事人赶紧撤诉吧。如果搞不定的话，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影响他们夫妻间的感情。如果到时候再不巧打个离婚官司，那就活成笑话。我不介意多打一个离婚官司，我也不介意多接一个离婚的案件。其实，我的当事人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这样劝过他了。哎呀，兰兰，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大好。咱俩是一个律所的吧？根据利益冲突的原则，我既然代理了原告方，你就不能代理被告方。我没有代理，
我只不过是作为罗琦姐姐的朋友，我这么说而已。作为朋友，你应该给你的罗琦姐姐尽到普法的义务。可是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丈夫给自己的前妻买房，这是违法的。这个案件已经很明显了，季玉给罗琦买房的购房款是季玉和我的当事人蓉蓉小姐他们夫妻共有财产，但是季玉并没有通过蓉蓉女士的同意赠与了罗琦女士购房款，侵犯了其合法妻子蓉蓉女士的财产权。法律规定，生父生母对孩子理应承担所有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以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可是法律并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前夫有给前妻买房的义务。那如果季玉先生认为这笔费用是孩子的抚养费呢？这是购房费，这不是抚养费。我也提醒你，这笔费用的性质它就是抚养费，只不过罗琦女士是拿这笔钱去购了房产而已，这也是为了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啊，完全合法。一个父亲给孩子抚养费，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他老婆觉得有问题，应该问他老公啊，问得着我吗？可是你拿这笔钱去买房了，这就是购房费、抚养费。何嘉一老师是我们的前辈，我非常尊重何老师。但是在这个事情的观点上，我跟何老师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杜飞的行为类似于紧急避险，他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品的绝症患者的生命，不得已违反了我国药品的管理法规。不得已违反了法律，不是违法吗？当然是违法。罗律师啊，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刚才说杜飞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的绝症患者的生命，不得已代购了假冒的仿制药。如果说杜飞的这种行为不违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所有以活着为目的的行为都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呢？二，我们国家的药品专利保护是不是就是一纸空文呢？是这样，何老师，杜飞的行为呢，确实是损害了药企的利益，但是他却保证了更大的公民的权利——生命健康权，以损害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保护了更大的利益。不，我不认为他保护了更大的利益。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杜飞为了挽救那些吃不起昂贵的抗癌药患者的生命，不得已而铤而走险。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抗癌药动辄要几万块钱一盒？新药的研制、实验都需要资金。一个国外的创新药从研制到上市，据我掌握的资料，它的直接研究支出至少也要7亿美元。如果再算上那些失败的药物，一个药物上市，那么至少也要25亿美元，而且它只有10年的销售期。这只是研发费用，还不算后期的销售费用、制造摊销，所以它注定不能薄利多销。我非常同意这位专家的意思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尊重、不维护药品专利，放纵那些便宜的仿制药，那么还有哪些药厂会投巨资去研发新药呢？如果没有人研发新药，从长远的角度上看，那么我们面临的损失不更大吗？那就要看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更大的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司法的原则和宗旨就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在公民的人身权益中，最大的权利是生命权。所以，如果认定杜飞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将背离刑事司法的价值观。请在座的各位能够再次认真考虑一下。